当安225梦想号在那场战火中化为废墟，全球航空迷都在叹息，人类失去了一座工业丰碑。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，在这个超级巨人的背后，其实还站着一位并不那么显眼，但却更实用的亲兄弟。他是冷战时期苏联为了对抗美国不惜工本砸出来的终极兵器。它是目前地球上现役最大的军用运输机，也是那个红色帝国留给现代世界的一份厚重且硬核的遗产。它的名字叫安东诺夫·安124，代号鲁斯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虽然他是苏联人的骄傲，但在最近这20-30年里，他却成了美国人甚至是北约军队最离不开的快递员。从运送马斯克的火箭，到把美军的侦察机打包运回国，再到全球各地的救灾现场，这架诞生于40年前的老家伙竟然垄断了地球上最难搞的那些物流订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架看着有些憨厚的大飞机究竟凭什么能在安225倒下后扛起全球空运之己的大旗？他身上那些为了在烂泥地里起降而搞出来的奇葩设计，又是如何吊打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？而在如今俄乌分家、工业撕裂的背景下，这架由乌克兰设计、俄罗斯制造的混血巨兽又将飞向怎样的结局？说起安124的诞生，咱们就得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70年代。那时候的苏联人心情其实挺复杂的，因为在战略空运这个领域，他们被美国人狠狠地刺激了一下。洛克希德公司搞出了 C5 银河运输机，在那几年里 ，C5 就是天空的霸主，想运什么运什么，这就让苏联军方坐不住了。于是1971年，一项代号为400号工程的计划在基辅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悄悄启动了。苏联人的目标很明确，也很简单粗暴。既然我们是后发制人，那就必须全方位超越。你 C5 能拉的，我要能拉；你 C5 拉不了的，我也要能拉。最终，在1982年的平安夜，安124原型机第一次冲上了蓝天。乍眼一看，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不就是 C5 的苏联兄弟吗？都是高高在上的机翼，都是4台发动机，甚至连尾巴都长得差不多。但如果你是个工程细节控，仔细扒开它的外皮，就会发现，苏联工程师在这架飞机上玩了不少狠活。首先就是机翼的设计，安124是苏联第一款大规模应用超临界翼型的重型飞机。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种特殊的机翼横截面形状，它的上面比较平，下面肚子比较鼓。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可以大幅度减小飞机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。不仅如此，因为这种翼型比较厚实，它的内部空间巨大，这给设计师留出了极为奢侈的油箱空间。这就导致了安124虽然是个庞然大物，但它飞得并不慢，它能以 0.72 到 0.78 马赫的速度进行经济巡航，而且它的机翼结构效率极高。为了给这个大家伙减重，苏联人这次也是下了血本。虽然那时候复合材料技术还没现在这么发达，但在安124身上，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用量已经占到了结构重量的 5%， 达到了5500公斤。而且为了解决大型飞机最头疼的金属疲劳问题，他们在关键的受力节点上大量使用了钛合金。大家要知道，钛这种东西虽然强度高、耐腐蚀，但加工起来那是相当麻烦。可以说，每一块钛合金零件的背后，都是苏联机加工业不计成本的投入。正是这一系列的黑科技，让安124拥有了比 C5 更恐怖的载重能力。现在的改进型安124 100M 最大起飞重量已经突破了400吨，最大有效载荷更是达到了150吨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它可以一口气背起2辆满配的 M1 主战坦克，或者直接塞进去整整一列地铁车厢，然后飞越半个地球。这种为了超越对手而在材料和气动上死磕到底的劲头，正是那个时代苏联航空工业最鲜明的底色。如果说机翼和材料是安124的内功，那么它的起落架系统就是它最引为傲的外架功夫。这也是安124区别于西方运输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。咱们来看看它的脚。安124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起落架系统，总共有24个轮子。前面的机头有2组双轮，而后面的主起落架更夸张，一边有5组，两边加起来整整20个轮子。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轮子？难道是为了去卖废旧轮胎吗？当然不是。这就要说到苏联的国情了。咱们都知道，苏联疆域辽阔，但基础设施建设，尤其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是远东那些偏远地区，机场条件那是相当感人。很多时候，别说混凝土跑道了，能有一块平整的冻土或者压实的雪地，就算是不错的机场了。这就要求安124必须具备极强的野战起降能力。这24个轮子就是为了分摊重量，通过增加接触面积，把这个400吨重的巨兽对地面的压强降到最低。
根据安东诺夫的数据，这架飞机的地面压强甚至比某些卡车还要低，这就意味着 C5 不敢落的土跑道，安124敢落 ，C5 会陷进去的雪地，安124能起飞。但这还不是最绝的，这套起落架还有一个让西方同行羡慕不已的绝活，那就是下跪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要往飞机里装几十吨重的坦克，或者是几十米长的工业设备，通常需要很长的坡道，或者是专门的升降平台。但在战时或者是紧急救灾的时候，哪有时间给你搭台子？于是安124的设计师给他装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液压系统，在装货模式下，飞行员只要按几个按钮，飞机的机头起落架就会慢慢收缩，同时主起落架也会配合调整，整个飞机的机头会向下沉降 1.2 米，就像一只乖巧的骆驼跪在地上等你骑上去一样。这时候打开机头的向上翻转舱门，拉出折叠式货桥，你会发现地面的坡度变得非常缓，只有几度。不管是重型卡车还是装甲车，甚至是不具备动力的大型工程模块，都可以顺着这个缓坡直接滑进货舱。这种设计极大地提高了货物的装卸效率，特别是在那些没有任何地面支援设备的二线机场，安124的这种自理能力简直就是神迹。而且安124的起落架还是独立悬挂的，每一组轮子都可以单独适应地面的起伏，这让它在坑坑洼洼的野战跑道上滑跑时，也能保持惊人的平稳。可以说，正是这套看似笨重实则轻巧的24轮起落架，让安124从一架普通的运输机变成了一个全地形的战略投送平台。聊完了腿脚，咱们钻进肚子里看看，这里藏着安124能在商业市场上吊打 C5 的终极秘密。安124的货舱采用了直通式设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的机头可以掀起来，机尾也可以打开，整架飞机就像一个通透的隧道。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车辆可以从机尾开进去，卸货的时候直接从机头开出来，完全不需要在狭窄的货舱里费劲的倒车掉头。这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，效率就是生命。但是真正让安124封神的不是它的长度，而是它的宽度。安124的货舱地板宽度是 6.4 米，而它的老对手 C5 银河货舱宽度是 5.8 米。数学好的朋友可能已经算出来了，这俩也就差了 0.6 米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么大的飞机差这半米多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就是这不起眼的黄金 0.6 米决定了生死。在国际特种物流市场上，很多超大型的工业设备，比如石油钻井平台的部件，比如大型发电站的涡轮机，或者是航天器的整流罩，它们的尺寸往往就卡在这个尴尬的区间里。很多时候，客户拿着尺子一量，发现 C5 刚好塞不进去，或者塞进去以后，两边没有固定的空间了。这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安124，这多出来的 0.6 米不仅仅是空间，更是定价权，是独家生意的入场券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是拥有强大空运能力的美国，在遇到这种超宽货物的时候，也不得不放下身段，花钱去租用安124。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2001年，大家应该还记得那年的海南岛撞击事件。美军的一架 EP-3E 电子侦察机迫降在陵水机场，最后美军要把这架飞机运回去。可是 EP-3E 哪怕拆了翅膀，它的机身对于很多运输机来说也太大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美军还是得找俄罗斯人帮忙。最后就是一架安124飞到海南岛，张开大嘴，把大卸八块的 EP-3E 吞进肚子里，运回了美国。这场面对于冷战时期的苏联设计师来说，绝对是想都不敢想的黑色幽默。不过，虽然安124的肚子很能装，但它的心脏却一直有个让人头疼的毛病。它使用的是4台第 18T 涡扇发动机。这是苏联第一款推力超过20吨的大汉道比引擎，这玩意儿动力确实猛，单台推力能达到23吨。正是靠着这4颗强心脏，安124曾经创下过把171吨货物送上1万米高空的世界纪录。但是第 18T 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脾气暴躁，甚至可以说是有哮喘病。它采用了复杂的3转子结构，虽然热效率高，但是对气流非常敏感，特别是在大公交起飞或者是进气道气流不顺的时候，它非常容易发生喘震。所谓的喘震，简单说就是发动机噎住了，气流在压气机里来回激荡，导致推力瞬间丧失，甚至喷火熄火。1997年的伊尔库茨克空难就是这个毛病惹的祸。当时一架载满2架苏27战斗机的安124刚刚起飞，高度还没上去，结果因为燃油里的水分结冰，加上起飞角度大，3号发动机突然喘震熄火，紧接着气流紊乱导致1号和2号发动机也跟着罢工，一架几百吨重的巨兽在低空突然失去动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它直接拍在了居民楼上，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伤亡。这也是安124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他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了我们，在
在追求极致性能的同时，系统的稳定性是多么的重要。如果说技术上的缺陷还可以通过改进来弥补，那么地缘政治的撕裂可能才是安124面临的最大危机。咱们前面说了，安124是苏联大协作的产物，它的设计局安东诺夫位于乌克兰基辅，它的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也在乌克兰，但是它主要的生产线和最大的用户却在俄罗斯。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俄乌双方其实还在合作，毕竟谁也没法离开谁，大家一起靠着这架飞机在国际市场上赚钱，日子过得也还凑合。但是2014年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随着克里米亚危机和后来的全面冲突，这对曾经的兄弟彻底反目成仇。这对安124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。在乌克兰这边，安东诺夫航空虽然拥有设计图纸，但他们的基辅基地在战争中被打得稀巴烂，就连安25也被毁了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开战前把几架安124转移到了德国的莱比锡。现在这几架流亡海外的飞机成了安东诺夫最后的家底。为了生存，乌克兰人开始搞去俄化，他们把飞机上原本俄罗斯生产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，换上西方的产品。比如那架编号 UR82073 的安124，就在2025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装。它换上了加拿大公司生产的航电系统，用西方的神经中枢去控制苏联的钢铁躯壳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无奈进化。而在俄罗斯那边，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儿去。虽然他们手里的飞机多，大概有10几架，但是没有了乌克兰的发动机零件，而这些飞机飞一次就少一次寿命。更惨的是，他们的一架编号 RA82078 的安124，从2022年开始就被扣在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，每天还要交高昂的停机费，搞不好最后会被没收送给乌克兰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俄罗斯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计划，他们想造一种叫大象的新型运输机来替代安124。大象这玩意儿在 PPT 上看着挺猛，载重180吨，用最新的 PD35 发动机，机身也要用更多的复合材料。但是稍微懂点行的都知道，造大飞机可不是画画图纸那么简单。光是那个 PD35 大推力发动机，就算一切顺利，估计也要等到2030年以后才能成熟。所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管是西方化的乌克兰机队，还是苦苦支撑的俄罗斯机队，这架40岁高龄的安124依然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超重型空运选择。回过头来看，安124的故事其实就是半部现代工业史。它诞生于冷战的巅峰，是为了毁灭对手而设计的战争机器，但它最辉煌的时刻却是在冷战结束后连接世界的商业贸易中。它身上那些看似粗暴的工程设计，那24个在泥地里打滚的轮子，那多出来的 0.6 米货舱，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在绝对的物理法则面前，在硬核的工业需求面前，花哨的外表毫无意义，解决问题才是唯一的真理。虽然现在的安124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分裂状态中，它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每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它那标志性的上单翼，看着它像一只巨鸟一样吞下那些人类工业文明的结晶，然后冲向云霄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向这架来自上个世纪的钢铁巨人致敬。毕竟在这个越来越割裂的世界里，能够跨越山海连接彼此的力量实在是太稀缺了。好了，关于安124鲁斯兰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觉得俄罗斯的大象计划真的能造出来替代安124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预言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